吾乃神女，凌驾九天，执掌苍生气。3年前，大晋命数已尽，3日灭亡。先皇轩辕只求我与新帝轩辕父承诺，为大晋逆天改命。轩辕父承诺为我帝后，此后大晋才太昌，新帝轩辕父却领回一位王国父。 北有强敌，南有天灾，瘟疫横行，颗粒无收，天要亡我大晋啊！退下，我等的人来了。徒儿求师父救救大晋。大晋气数已尽，3日亡国，这是天命。只要有您在，定可逆天改命。徒儿斗胆，恳请师父暂舍仙姿，嫁给我的儿子，成为大晋唯一的皇后。大师徒一称，那我便将大晋原有的天命封存。 我已为大晋换上新的天命，但你以血正气上告九天，大晋天命自此重开。但如果后人违背誓言，大晋便重回3年前的天命，灾厄重现，3日亡国。轩辕只以血正气，大晋新帝轩辕父娶陆千宁为后，世代永敬，大晋只此一后，永不废除。此后3年。 在我的护佑下，大晋国富民强，兵强马壮。阿宁，幸好有你，待我收服了屠虐边关百姓的琉璃国，这万里江山为聘，此生只你为后，永不相负。按照我为大晋安排的天命，1个月后，你必破琉璃，得胜归来。今就是轩辕父得胜之日。这皇后可真是命好，3年前凭空出现。 没家世，没背景，却能一步登天，真是羡慕皇后娘娘的福气。皇上对她一往情深，专宠3年，连个妃子都没纳过。陛下不过是一时被迷了眼。这天底下的男人哪有专情的？特别是这种医生。这天底下的男人哪有专情的？特别是这种医生。石碑婚事，天地为证。 毁约则灾厄再现，大晋危亡。皇兄专一，乃是分内之事，理应守诺。陛下还不是被这虚妄之说诓骗了？如今大晋百姓安居，风调雨顺，怎么可能会是之灾？皇上驾到！下个是带回了个女人，是要扩充后宫了。朕在边疆得遇良人，此女望夫一国。今日朕要封后，立穆氏为后。陛下可还记得在城门口许诺？阿宁，此生只你为后，永不相负。朕从不食言，你是朕的发妻，依旧是至高无上的大晋皇后。而云溪与我战场相遇，我们历经生死，情投意合。她刚亡了国，举目无亲，朕不能让她再受委屈。你们2后并立，同享荣华。皇叔不可！父皇一命，皇后之位唯有皇嫂一人可成。若再立新后，恐会招来灭国之灾。方才呼将惊雷，以示示警，荒谬！当年朕就是被这灾厄之说蒙蔽，才娶了陆千宁，休想再拿那套说辞来阻碍朕追求真爱。陛下过去判我助力，待我情深意重，如今才翻脸不起。朕的功勋与你何干？你的功勋，阿宁，这世间
再无人如你一般待我。我轩辕父此生唯你一人。陛下，琉璃国兵马太过强大，我军死伤过半，现在进退无路。大晋要败了。轩辕父，你许诺我一生一世，我便还你万世太平。快，杀回去！够了！你是助力阵还是拿捏阵？自打即位，朝政军务都要听你的。可朕圣战凯旋，足以证明朕担得起这个一国之君。琉璃残害边关百姓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却要立蛮夷为师。放肆！一个后宫妇人敢编排阵！神师算过，云溪可是天运女，朕立她为后，是为护大晋国运无虞。亡国战俘，怎敢自称身护国运？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怪就怪我。女子应以夫为天，求姐姐不要为难陛下。陛下南征北战，让大晋国胜民强，我对陛下只有敬仰。若姐姐不愿接纳我，我离开便是。够了！你总是高高在上，朕才是大晋真正的九五之尊，凭什么要看你的脸色行事？既然你不想二后并立，那今日朕便废后。皇上可想清楚，废后便斩断了我与大晋的关系，大晋3日亡。陛下，请您原谅姐姐诅咒大晋。这3年来，大晋在陛下的治理下四海升平，又怎会在3日之内便生出什么灭国之祸？还是你懂事。同样是朕的女人，你信朕的本事，她却只会用些亡国之论来吓唬朕。亡国之事，并非儿戏，我没有吓唬你。姐姐入宫3年，至今未育，女子之罪足够羞后。姐姐一定是怕失了陛下的宠爱，才口不择言。而我已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只求姐姐可以让妾身住在冷宫，为陛下绵延子嗣。皇后娘娘3年无所出，此女竟怀了陛下的孩子。看来这琉璃公主确实身负天运，一来便为大晋带来龙嗣，实乃大晋之福。你已与慕云熙私定终身。朕乃九五之尊，3宫6院本就是天经地义。你生不出孩子，难不成还想阻挠我和云溪，让大晋后继无人？不可！此事乃国本，重中之重，请陛下废后。皇嫂这3年来为了大晋夙兴夜寐，大晋百姓才能有如今的安稳生活。你怎可被敌国公主迷惑，只为子嗣就了？大晋人到今日，靠的是朕的忍耐与决断。说功劳归他，那史书怎么写朕？一个躲在女人裙摆下的窝囊废吗？早就该换人做了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弟只尊陆千宁一位皇后。既然王爷如此敬重姐姐，不如让姐姐做王爷的王妃。这皇后之位，臣妾替姐姐做。这位子是先皇用血气为誓求我做，别人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承担反抗天命的后果。姐姐这是什么话？陛下就在臣妾身旁，什么天命还能大得过陛下？若有后果，陛下自会护我。当然。蛮夷之女果然粗鄙莽撞，给她做凤位的机会都把握不住。一国之母理应端庄稳重，此女走路都不稳，全无礼仪规范，成何体统？陛下，是姐姐，姐姐在椅子上做了手指，吓到臣妾了。陆千宁，若吓到云溪腹中龙嗣，朕饶不了你。我已劝告过他莫违天命，是你们一意孤行，才自取其祸。大家都看着，凤位一如平常，慕云溪坐不上，便是天意警示。皇后的位子别人没资格坐。天意不允，
景王殿下息怒，我只将陛下看作天，是陛下允我做，我才敢做的。大晋国运何曾系过一个女人身上？陆千宁惊扰皇嗣，险些断送龙脉，分明是祸乱国运的罪人。欲加之罪，我不想多费口舌。可若你继续执迷不悟，一再毁约，不尽血气，大晋昔日天命便会因你再现。你，求陛下开恩。虽然姐姐目无尊卑，当众忤逆龙威，还敢诋毁您这位明君是罪人，可臣妾求您不要动手打姐姐，我愿替姐姐受过。后宫妇人之所谓，朕打她，她也该受着。皇上当真是长大了，也长脾气。你想教训我，不够资格。大胆！朕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朕够不够资格。大胆！朕今天就让你知道，朕够不够资格。皇兄，你当真忘了当年的承诺吗？父皇放心，儿臣此生恪守本分，敬奉国母，谨守礼法，不敢轻慢半点。儿臣谨遵父皇遗命，此生必敬他、护他，固守后位，一诺千秋，绝无更改。翻来覆去又是这些破规矩。朕从小到大就是尊他敬他，才让他敢爬到朕的头上作威作福，抢夺本该属于朕的功劳。要尊要敬也该唯朕独享。国本强部江山万里，气运再续，哪个不是靠朕的本事？你的本事！15岁，你一意孤行，偏要带兵剿匪，导致国库被夺，是我替你抢回国库财产。17岁，你推行苛政，致使百姓暴乱，是我替你打消万民怒火，平息民愤。我不屑抢什么，但要让你清楚，为君者最忌妄自菲薄。你该做的是心怀天下，眼望苍生，而不是在这争功计利，怪我占了本该属于你的尊荣和敬重。住口！明明是你次次阻止，才让朕的才能无施展之地。从今以后，摆清你的位置，不得再干预朝政，别想让朕再受你这个后宫女子掣肘。你可想好了，若无我，你如何能撑起大秦？姐姐真是说笑了，谁不知道姐姐是沾陛下的光，才安享多年尊荣。陆千宁，你倒是比朕还像皇上。云溪不必羡慕，他的一切不过都是朕赏。现在，朕就将这些都赏你。真的吗？臣妾谢陛下赏赐。传朕旨意，皇后失德，即刻搬离凤仪宫，由云溪代掌6宫，入住凤仪宫。皇兄，凤仪宫可是父皇亲自给皇嫂的，万不可易主。况且慕云溪连凤位都坐不上去，他又怎能承得起凤仪宫？闭嘴！若再敢为陆千宁求情办曲，小心朕连你一同治罪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天将惊雷劈中凤仪宫，此刻已快烧成废墟了。什么？华丽的宫殿本该是我的，老天怎么这么不长眼？是啊，这宫殿是你儿时我教导你之所，亦是我和轩辕父朝夕相处之处。可轩辕父一再背誓，血气已损。既然天意如此，我也不能强求。皇兄，凤位和凤仪宫接连易主，就接连发生异变，这便是上天示警。若继续行废后一事，后果怕是不堪设想啊！刚易主就收起来，看来废后一事还需谨慎。难道这说的是真的？景王殿下不必杞人忧天，不过是天雷不长眼罢了。陛下可是真龙天子，怎么可能因为几句危言耸听就朝令夕改，继续任人拿捏？云溪说的对，皇帝饱读诗书，也算学贯古今，竟然也迂腐愚昧，如此祸乱朝纲的话，休要再提。朕偏不信什么天谴示警，是要废后。陆天宁，有我在，你休想让陛下回心转意，继续容你为后。你的皇后之位，大晋的未来都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早知你如此不懂珍惜，当初就该换我来守诺成约。你说什么？你一心废后，已然忘了皇嫂的真心相待，也忘了你的承诺。3年前，我无一日不想，若刻在石碑之上，与皇嫂有天证婚缘的人，是该有多好！饶你了，轩辕姐，你竟敢觊觎皇嫂！臣弟虽倾慕皇嫂，却不敢僭越分毫。我只是想请皇兄收回成命，遵循父皇遗诏，尊皇嫂为独后。
怪不得王爷如此为皇嫂说话，原来姐姐早就和王爷暗通款曲，何不让陛下休了她，指婚给你？我和皇嫂循规蹈矩，岂容你这个蛮夷污蔑！够了，轩辕锦，我念你是亲弟弟，对你几经包容，你竟敢如此忤逆不道！皇兄，他既负心至此，我也不必再牵挂大京的未来，和离了便是。轩辕只立下血契，奉我为后，世代永继。若要毁契，便请陛下亲手砍石。自此斩断婚约，便是斩断了我和大靖的关系。大靖将重新恢复3年前的天命。3日后，王族。这不可能，说的可是真的。轩辕父，我已仁至义尽，这是你和大靖最后的机会。哼！轩辕父开创大靖盛世，岂会被婚约束缚？我会让你好好看着我与云溪是如何续写大靖繁荣昌盛。这种小事便由臣妾为陛下代劳。先人血契需由后人亲自掌，若他人参与因果，轻则命脉断，重则殒命。没想到姐姐还是不死心，就喜欢拿这些谬论吓唬。陆琪，等我斩断你这狗屁血气石碑，这为契，将皇后之位拱手交。刚刚还是晴天，怎么一转眼天阴沉成这个样子？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我的肚子好疼！云溪，陛下，我们的孩子！陛下，我们的孩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救我！快救我！若不是腹中胎儿替你挡住天罚，现在没命就是我的孩子没了。小婵，你不祥之兆。不是，一定是姐姐害我，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血口喷人，皇后连碰都没碰到过你，你有何证据说皇后娘娘害你？是妖法。陛下，您想想，3年前陆千妮凭空出现，便迷惑先帝对她言听计从，封她为后。可她是谁，从哪儿来，无人知晓。大清名册上压根没有陆千人这个人，因为陆千明就是个妖女。呼我为妖，你可知后果？陆千宁，自从你执掌后位，西桥的怪事就没断过，凤位古怪，就连凤仪宫也莫名起火。还有你一介妇人，凭什么能压制英明神武的陛下霸占朝堂，挟制皇权？陛下，这定是妖法作祟。说来也怪，若陆千莹不是妖，又怎么有本事做到那些常人难以为之事？说不定大晋当年的灾难是他带的。怪不得朕明明能力出众，却总被你压下一头。无中生有之事，我不想多费口舌。陛下，当年这个妖女出现后，先皇莫名其妙立下血契，然后就独自惨死在祭天台上。如今我们的孩儿也莫名其妙的死在祭天台上，这不是妖女是什么？说不定当初就是她害了先皇。陛下，你一定要废后，为咱们的孩子报仇呀！求陛下废陆氏皇后位，惩治妖女。我看谁敢动她！陛下，无论皇嫂身份如何，可她待你都是真心实意，待大靖是肝脑涂地，你又怎能无情无义废她伤她？我可惜是大靖心，到头来却只有轩辕锦一人护。朕的决定上应天意，下顺民心。你且问问，在场可还有第2个人对废后有异议？先皇的牌位碎了，这是父皇不满。先皇的牌位碎了。你看到了吗？这是父皇在天之灵不答应。皇后娘娘对大靖有功无过，万不可废后。陆千妮，你这个祸国殃民的妖女，死者为大，你却还要利用先皇的牌位蛊惑人心，搅得先皇魂魄不宁，实在天理难容。求陛下立废陆氏后位，惩治妖女不后。这群忘恩负义之辈，有什么资格喊妖女2字？
别忘了，昔日国难临头是皇后娘娘给了你们活路，如今的大晋繁荣昌盛更是皇后娘娘一手撑起。秦王殿下真是被妖女迷了心智，大晋能有今日繁荣，靠的是先皇保佑，陛下决断，百官尽忠职守，万民同心同德，怎可把功劳算在一个妖女头上？没错，活路是我们自己拼出来的，凭什么对她感恩戴德？大晋国运，岂容妖女后乱左右？你们！他竟将牌位复原了，果然是妖法。陛下，若继续留着陆千宁，后患无穷。芷安，你又何须自损牌位？你都看到了，并非我不愿再守住世界，而是你错了。这石碑上的血气，名存实亡。够了！现在还妄图用父皇的血气来留住后位吗？看你就是贪恋权势，舍不得那万民叩拜的无上荣光，拿3天亡国的天命说辞吓唬朕。今日碎石碑，血气断归元。轩辕父，血气一毁，我和大晋的关系便会改变，大晋便会恢复3年前的天命，3日内亡国，这个后果受得起吗？朕倒要看看哪儿来的3日亡国！石碑血气已毁，你我婚约已断。石碑血气已毁，你我婚约已断。大晋3年前的天命自此重现，3日亡国，一成正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说3日亡国，难道是真的？3年前的大晋可是灾祸横出，民不聊生啊！如此一想，就怕是上天警示。陛下，废后的代价，大晋承受不起。景王殿下未免也太大惊小怪了。陛下让大晋强盛了3年，又岂是这点子虚乌有的印象就能动摇的？云溪说的没错，陆千宁，你莫要再虚张声势，想要朕回心转意。如今朕已亲碎石碑，清断婚缘，可灾祸何来？到这种时候，你还敢提亡国谬论？不出片刻，大汉洪涝统领大晋，亡国之政自会显现。姐姐，你还敢蒙骗陛下？如今天象异变已消，红日当空，这是吉兆。赤日祥瑞，果然是吉兆。我就知道大晋的命运向来都掌握在朕的手上，岂是他陆千宁一句话就能决断的？不对，皇子教过，赤为祥瑞，子为灾殃，分明是子嗣过盛才将赤红，请层云蒸干，地表发黄，这是大汉凶兆。父王所说，确实符合天象异变之理。而且你们有没有觉得，突然变得很热，风过肌肤，如火燎原，燥烈难当。这与3年前大旱前夕一般无二。不会的，3年前大晋干旱，那可是连续半年都未曾降雨导致的。如今大晋半个月前刚下过雨，即使大晋会旱，也绝不会是今日。陛下，城外郊区不知为何百姓的庄稼全都枯死了，地面干裂，井水枯竭。什么？庄稼枯死，井水干涸，这真的是大旱之象。陆千宁预言的大旱真的应验了，那他所说的洪涝之灾，岂不是也会实现？不止，3年前的大晋内忧外患，除了大旱洪涝，还有瘟疫横行、外敌匈奴等着呢。陛下，
如今大汉已至，皇嫂说的3日灭国绝非虚言。这根本不是大旱。今日正值大暑节气，一年之中最为苦热的3伏天，井水干涸，造烈难耐也不足为奇。至于庄稼枯死，定是百姓疏于浇灌，加上虫患侵袭所致。陛下，这顶破天也就算寻常旱情罢了。您雄才大略，只要稍加治理，定会太平无事。没错，朕能统御4海，威平8方，寻常旱情而已，难不倒我。传令下去，井水干涸就挖井开渠，庄稼枯死就驱虫补种，3伏一过，自然恢复平常。这样做是火上浇油，徒增其乱。够了，陆千宁，你这个皇后已经被朕给废黜了，还有什么资格教朕做事？是啊，姐姐，你大言不惭，笃定大旱洪水同降大幸。可这烈日当空，万里无云，哪里有半点洪水的影子？大旱已是牵强，还要与洪水对比，岂非自相矛盾？如此蠢笨无知，还敢智慧陛下的决断？此言有理，我等险些被这妖女蒙蔽。如今正值3伏旱情，水都干了，哪来的洪水？纵使你们不愿相信，可大晋的天命就是如此。千宁，你有完没完？这些年你一直利用我，哄骗我，口口声声待朕真心，诅咒大晋，巴不得朕坐不稳这个皇位。朕真是看错你了。你若还想留在朕身边，就好好学习该如何当个乖顺的平民。谁说我要留下？今日的大旱洪涝并非诅咒。还有今日只是旱灾和洪涝，明日便是瘟疫横行，第3日匈奴灭国，都是大晋逃不掉的命运。而大晋与我再无干系，我又何必留在这？离了朕，你怎么活下去？别玩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，记住，若你再敢提一句洪涝天命之妄言，朕便治你妖言惑众之罪，绝不宽徇。皇兄，你这3年的情谊，您是一点都不顾及吗？情谊？我就是太顾及这3年的情谊，才会一再容忍他爬到我的头上。如今婚约已断，他不过一介平民，竟敢妄言国运，朕没有砍了他，一定是看在父皇的面子上了。陛下，巡抚刚来急信，南方洪涝，堤坝决口，数百间房屋被冲塌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啊！你说什么？皇上，洪涝滔天，田庐尽没，百姓流离失所啊！怎么会？南方向来风调雨顺，堤坝年年加固，怎么会生出洪涝？报！挖掘数尺，不见水滴半颗，庄稼驱虫补种，反之尽毁，大旱蔓延，寸草不生。什么？不就是普通的3伏旱情吗？竟然会这么严重？旱灾洪涝都应验了，陆千宁所言之事就无一落空。难道大晋的气数真的要尽了？陛下，干旱洪涝同降大晋，如此荒谬之事尚且应验，您还觉得大晋3日亡国是虚妄之言吗？诸位大臣见多识广，何曾听过哪个国家是被干旱洪涝这等寻常天灾灭国的？更何况是国力强盛的大晋。景王殿下是不信任陛下能治理好区区旱涝之灾，还是说你觉得大晋会亡在陛下手中？皇帝也如陆千宁一般，觉得朕无力治国？臣绝无此意，只是若干旱洪涝久不缓解，耗损国力也不是小事。有陛下坐镇，赈灾治水，何足为患？再说了，是他陆千宁诅咒大晋，大晋才开始生出旱涝灾祸。他若消失，大晋灾祸自息，福气自来。只有把陆千宁这个贱人赶走，我才能坐稳这皇后之位，得其恩宠荣华。妖女滚出大晋！你若求我，我可开恩。不必，我本就打算离开。大晋是福是祸，自会分享，与我无关。不可！你们逼皇嫂离开，若真的明日瘟疫横行，后日匈奴灭国，大晋要如何抵挡？让他走，朕才不需要这等祸国殃民之女。没了她，那些瘟疫战乱才不会发生，大晋才能太平久安。这就是你用生命守护的大晋，如今血气已毁，
即使我逆天而为，强行为大晋换了新的天命，大晋还是潦草覆灭的命运。我已仁至义尽，现在该离开。我们走吧，皇嫂。我们大晋没有陆千宁，便不会有轩辕锦。我说过，皇嫂，皇兄被慕云清迷了心智，负了你，但我依旧会守诺成约，敬你护你，此生不负一世安康。轩辕父被诺负我，大晋也早已物是人非，倒只有你一如当年。若3年前与我有着天正婚缘的是轩辕锦，是大晋容不下我，即便明日瘟疫横行，后日国破家亡，也是大晋命该如此。皇嫂，愿不愿意和我去楚国？楚国虽小，饥困贫弱，总归是一处安身之地。臣弟定竭尽所能，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我与轩辕父婚缘已断，日后不要再叫我皇嫂。走吧。姐姐竟沦落到只能去楚国那等弹丸之地苟且偷生。听说那儿缺衣少食，穷山恶水。姐姐在大晋高高在上惯了，去了那种地方，怕是真有受人白眼的。陆千宁离了大晋，什么也不是。终有一日，你会回来求朕。朕不仅能平息旱涝，还会让你亲眼看到瘟疫战乱，3日亡国，全是一派胡言。大晋会在朕的手中盛世长存。楚国积贫积弱，连年战乱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穿得这么好，外乡人。楚国草木不生，庄稼不长，外商人来这儿只能饿死，拿上干粮，快逃吧！楚国地处南疆，本是水土丰悦之地，怎会寸草不生？大概是天要灭我楚国，才降下不祥气运吧。楚国10年不见日月，当然不生草木，战乱天灾不断，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。你家好美，就像天上的仙子，反正我活不长，这个也给姐姐吃。这么好的百姓，不该受这样的苦。真的是太阳！这下草木庄稼都能长了，楚国有救了！天生吉兆，七彩祥光啊！这是姐姐带来的福气，姐姐真的是仙子。也是阿宁出现，大晋便开始焕发生机。过去的事不必再提。走吧，我很喜欢这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住在楚国脚下的翠微山。陛下，南境3县又来急报，饥荒蔓延，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度日。北境6城再生战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周边诸国虎视眈眈，都等着瓜分我国。我大楚气数已尽，莫非真的要亡在我的手中？国库已空，前线已无将可战，朕要怎么做才能救楚国，救朕的子民？楚国气数已尽，连日月都不肯照拂此地，又如何有生之转机呀？听说隔壁大晋3年前也是这般光景，内忧外患，几近亡国，直到一位娘娘横空出世，大晋起死回生，从此昌盛繁荣。如果也能有这般人物救助楚国，我们定能绝处逢生。如此神仙，楚国哪有福气遇到？可若真有幸得见，楚国上下定倾尽所有，尊敬供奉。大喜！楚国多地都出太阳了，枯木生芽，天降祥瑞呀！什么？楚国可是10年不见日光，今日竟出太阳了！微臣测算，如此祥瑞是神明降临大楚的征兆，而那位神明正位于西北方向的翠微山中。传太子召百官，即刻出发翠微山，迎请神明。楚国千里荒芜，寸草不生，
唯独这翠微山小院，青峦叠翠，草木葱浓，这般景象，定是神女居所，才有如此福泽。见到神女，必须恭敬顺从，不可有半分忤逆怠慢。臣等遵旨。从前在大境，日夜忧心，不敢懈怠。如今，第一次感受到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是这般难得的滋味。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只你我二人共度朝夕，不被打扰的滋味。楚国求见神女大人。楚国求见神女大人。我已不理人间事，你们走吧。楚国风雨飘摇，百姓困苦不堪，不敢奢求神女庇佑，只求神女能暂居楚国。我不会为大楚做任何事，你可愿？只要您在，便是我大楚的福气。大楚皇帝在此立誓，定会为您修建神像，竭诚尽敬，永世供奉，不忘大恩。走吧。住手！我来。从此以后，有神女坐镇，楚国定能气运再生，改天换地。神女一来，便是万人粉丝，春和景明啊！神女救世人，我等感激涕零，定世代尊护供奉。同是得以富有，楚国万民懂得感恩，愿奉阿宁为神女。可大境却忘了自己，视阿宁为仇敌。如今已是第2日，不知大境怎么样了？按照天命，旱涝不止，瘟疫也将如期而至。旱涝而已，不过1日，便已经被朕平稳化解。陆千宁的话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陛下英明，只要将北方的旱楚移至南方，南方的洪水调至北方，这旱涝之灾不就迎刃而解了？如今陆千宁那个不祥妖女已经离开大晋国土，瘟疫谬落，就更不会发生。皇后娘娘所言极是，如今第2日已过大半，大境一切如常，哪来的瘟疫？没错，差点被陆千宁那妖女唬住。如今旱涝已然解决，瘟疫亦未应验，他还敢说大境明日灭国，更是一派胡言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过度南水北调，北旱南填，导致旱涝失衡，地脉损毁。如今北方堤坝决口，洪水滔天；南方河道枯竭，赤地千里，全乱套了。什么？不是说都控制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如何是好？陛下！南方洪水携带病气，致使北方瘟疫蔓延，染病者高烧不退，遍体红疹，咳血不止，已经死伤无数啊！他得了瘟疫。真是想治理旱涝，怎么反而生出瘟疫？旱涝没有止住，瘟疫也真的如陆千宁所说，如期而至了。不是说陆千宁这个妖女走了，大境就不会再生灾祸吗？可如今灾祸反而更加严重。陛下，不如我们快去将陆娘娘接回来吧，有她在，定能稳住局面。陛下，不如我们快去将陆娘娘接回来吧，有她在，定能稳住局面。不行，瘟疫不过初期，及时封控未必不能遏制。至于陆千宁，他自己在楚国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都自身难保，回来又有何用？只会处处掣肘陛下，压制圣裁。可是陆千宁说的话全都应验了，说明日大境真的会灭国，又如何是好？
亡国妖言不必杞人忧天，只要将染疫百姓隔绝镇压，别殃及将士兵役。以大晋的兵强马壮，铁骑100万，匈奴若敢来犯，不过是螳臂挡车，自取灭亡。没错，只要瘟疫及时止住，又怎么可能会有亡国危机？传旨，瘟疫不必费时救治，以镇压为主，病患关押，尸体掩埋。是。陛下，依臣妾之见，不如把疫区的百姓全部关在大牢，重者处死。如此一来，疫源断绝，方为永绝后患之策。可疫区那些尚未染病的百姓，是否该另择一处安置，一同关押？岂不是死伤更甚？未曾发病也可能已经染疫，必须隔绝一切源头才最稳妥，还要派重兵把守，一个灾民都不能逃出来。这怎能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？想当初大晋瘟疫肆虐，陆娘娘可是亲入灾区，昼夜问诊，百姓死伤甚少。陛下，如今大臣们都相信陆千明的亡国之言，我们只有把第3日平安度过，才能挡住悠悠重病，稳住您的帝王威严，若不再行而止，更显陛下仁德之心，此事万不可行。就按云溪说的去做。是。陆千宁，你言3日亡国，朕偏不信。朕一定能力挽狂澜，让大晋转危为安，让你的邪说谣言悉数落空。阿宁总是嘴硬心软，胸怀天下。昨天还说来大楚什么都不做，今日看到百姓困苦，便开始义诊。楚国有你，是楚国之幸；大晋失你，是大晋于死。听说隔壁大晋爆发严重瘟疫，死了不少人呢。幸好我们有陆神女在，楚国定能安然无恙，在意不侵。大晋的瘟疫真的如期而至，那明日你说的匈奴兵临大晋，家破国亡，是不是也会实现？命数已定，无可转换。皇兄，如今旱涝、瘟疫逐一应验，你总该明白阿宁所言非虚。明日匈奴铁骑踏破城门，兵临殿前，就会是大晋最后的结局。旱涝很快就会被朕稳住局面，而瘟疫尽所于此，大晋已无染疫之日。陆千宁说大晋将亡，可大晋还不是稳如泰山。我的孩子没病，求求你们放他出去，给我点药吃吧。陛下雄才大略，大晋国泰民安，明日匈奴定不敢踏入大晋半步。还是云溪懂朕，朕还有100万雄师，匈奴怎敢来犯？走，朕今晚亲自操练。狗屁的国泰民安，匈奴来了才好，踏平这大晋，换一片天。昏君不管我们死活，倒不如盼着匈奴来，总比在这里等死强。陛下如此勤勉，日夜操劳，既要赈灾，又要练兵，大晋有您，真是万民之福。继续，不要停！白天填修旱涝，镇压瘟疫灾民，晚上又被逼着操练一夜。以前陆娘娘在的时候，哪会这样折腾咱们？军中连日缺粮，每人每日只有1碗稀粥，我们饿得眼冒金星。要是匈奴真杀过来，哪有力气抗敌？朕定要让陆千营看看，没有他，朕照样能当好一代明君，让大晋长盛不衰。陛下，如今已是第3日了，匈奴连个影都没有。陆千灵还敢说大晋今日亡国，简直是荒唐至极。哼！陛下，匈奴来了，大军压境！什么？匈奴真的来了？什么？匈奴真的来了？是楚国！陛下，匈奴大军压境，直扑楚国。这匈奴原来是冲着楚国去的。陆千宁言之凿凿，匈奴会进军大晋，反而呢是去了他自己的苟安之地，跳梁小丑，自取其祸。这陆千宁前脚刚到楚国，匈奴后脚便至，果然是不降妖女。他往哪儿走，灾祸就跟到哪儿。是啊，幸好将这祸害撵出大境了。楚国向来贫弱，若遭匈奴进犯，怕是挺不过今日了。陆千宁，你口口声声说若朕与你斩断婚缘，大晋3日亡国。可这匈奴亡的是楚国江山，而大晋安顺无虞。朕要看看，能有后路，该怎么回来修正师叔？
陛下，可要提前布防，以免匈奴调转马头，突然来犯。不必，有陛下坐镇，就是借匈奴10个胆子，也定然不敢来犯大境。云溪说的没错，传朕旨意，设宴欢庆，百官同乐，三军共饮，无醉不归。1日3服，以防疫病。神女，匈奴来犯楚国。神女，匈奴来犯楚国，楚国积贫虚弱，无兵无粮，此番怕是在劫难逃。我这就送您出城，以避灾祸。不必，被匈奴所迫，今日亡国是大晋的命，不是楚国的命。殿下，匈奴突然绕行，去了大境。还有1个时辰，第3日便过，陆千宁那些妖言也该彻底落空了。陛下雄才大略，旱涝瘟疫皆不足为患，匈奴更是连影子都不敢露。如今亡国谬论已破，大境有陛下和皇后娘娘在，定万事永昌。我估摸着这匈奴铁骑现在该踏破楚国城门了。陛下，匈奴大军已至城下，将士贪宴，无人防守，城门将破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匈奴不是去楚国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大境？陆千宁的话兜兜转转还是应验了。匈奴都已进犯大境了，那今日岂不是就会如陆千宁所言，大境将亡？匈奴来了又如何？有陛下统领100万将士，抵御区区匈奴，不在话下。没错，都别慌，有朕力挽狂澜，大境亡不了。匈奴胆敢犯我大境，朕当御驾亲征，100官将士随朕迎敌，1个时辰内灭匈奴，入大境。1个时辰内攻下大境。原打算先踏平楚国，谁知那穷乡僻壤，不知得了哪路神明庇佑，连日头都泛着金光，战马嘶鸣不前，铁骑寸步难行。而听闻大境自从废掉那位陆皇后，便开始天灾不断，内忧连连，没想到连个像样的城防都没有。冲！今日便是大晋亡国之期。一群蛮夷竟敢犯我大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识相的立刻滚出大境，还能求条活路，否则我大晋兵强马壮，定叫你们有来无回。你们大晋的兵马瘦得和鸡崽子一样，也配与我们匈奴精兵相提并论？那又怎样？我朝陛下百战百胜，你们这些手下败将就等死吧！没错，朕3年前就胜过你们这群匈奴，3年后你们依旧不是朕的对手。哼，3年前大晋是胜，可我记得那时领兵作战的是那位陆皇后，我看没了她，大晋根本就不会打仗。大胆！没有陆千宁，朕照样能踏平敌军，护我大晋！这是瘟疫之兆！染病者高烧不退，遍体红疹，咳血不止，已经死伤无数啊！朕竟然染上瘟疫了！你们的陛下坏了！旱涝瘟疫，匈奴，陆千宁说的全都应验了。难道陆千宁说的3日亡国是真的？陆千荣说的3日亡国
是真的。你我婚约已定，大晋3年前的天命自此成型，3日亡国已成定。大晋如今遍地瘟疫，你们闯进来就不怕染上吗？草原上瘟疫惯行，世代与疫相伴，又怎么会没有治愈防疫的药？就这点瘟疫，都不够我草原勇士塞牙缝的！都给我冲！今日大晋亡了！完了，这些匈奴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神女料事如神，今日匈奴果然绕路而行，未犯楚国。天命如此，多谢神女庇佑，这是臣祖上传下来的玉佩，臣这辈子都没舍得戴，献给神女。也是神女来了之后，楚国才长出庄稼，这头一茬的麦子给您留着。快去，烛光举高点，一定要把神女的美丽照出来。哎，神女左脸更好看，好好画，这可是用来雕刻神女神像的。若皇兄也如这般真实而已，又怎么会让大晋接连遭受灾祸？如今3日已到，不知大晋如何？我并未为楚国做什么，你们不必如此。幸得神女庇佑，楚国上下感恩不尽，理当如此。只要楚国能以百姓为念，以江山为泽，100年之内不生亡国之祸。太好了，借神女吉言，谨遵神女教诲。阿宁，怎么了？大晋已亡。检查半炷香，就是第4日了。大晋终是没逃过这亡国之祸，他们不听阿宁所言，不敬天命，当此下气。免，匈奴天威，大晋臣服。免。没想到楚国那等贫弱之地尚且屹立不倒，自诩强国的大晋反倒先土崩瓦解。你这个大晋皇帝真是个无能昏君。这人羊倒是比皇帝当的像样多了。身求物之尊，何曾受过如此屈辱？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亡国之君还敢谈尊严？如今大晋那位最硬气的皇后已经不在了，剩下的不过是一群摇尾乞怜的丧家之犬。今天就让你们好好尝尝什么叫做亡国之辱，欺人太甚！别动我妻子！皇后娘娘，救命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匈奴王万岁！要杀就杀他们，千万别杀我！慕云熙，你可是大晋的皇后，能见死不救，这么没骨气。陆娘娘还在的时候，何曾让我们受过这等屈辱？若对大晋有半分不敬，寸土之亲，虽远必诛。大晋天威，匈奴臣服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娘娘在位时，大晋兵强马壮，四方臣服，何人敢犯？如今我们竟然跪在匈奴脚下，任人宰割。陆娘娘说的话气数应验，都怪我们不信她，还逼走了陆娘娘，才让大晋3日亡国。当初自寻死路，如今才知道后悔，晚了，全部拉出去，充作猪奴。真的是我做错了。陆千宁说的话全是真的，朕是不是不该违背血气，不该废后？都怪你这个贱人！你滚开！别把瘟疫传染给我！是你让朕废掉陆千宁，才让大晋生出旱涝、瘟疫，3日亡国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明明是你没本事护住江山，旱涝是你调的水，瘟疫是你关的人，是你想装明君，才把将士累得骨瘦如柴，无力御敌，也是你狂妄自大，才让城门疏于防守。你敢认为这是朕的错？陛下何错？这件事要怪，该怪陆千宁。若不是他诅咒大晋，大晋怎么会天灾连连？而且匈奴明明已经兵发楚国，为什么突然折返来打大晋？这一定是陆千宁怨恨陛下废他后位，所以在楚国使了妖法，反将祸水引到大晋头上，他才是亡国的罪魁祸首。对，这没错，都是陆千宁。大晋养他3年，
他却屡次让大靖深陷水深火热之中。朕尊他3年，可他却忘恩负义，害得朕变成亡国罪人。是啊，整个大境都沦陷了，我们在这受苦受身，难当猪当狗。陆千宁那个祸害还能待在楚国养尊处优？凭什么？我一定要陆千宁尝尝这种生不死的滋味。喽，大境的猪们，来吃饭了！匈奴王万岁！求王赐给猪奴们一些治疫良药吧，我们有办法助匈奴王攻下楚国，一统中原。就凭你们，奴熟知楚国地形，只需3000兵马，便能踏平楚国，陷于王前。言语是招，如有失不是那么容易攻打的。也好，就让这群大晋的亡国奴去送死，省得本王折损草原勇士。好，把解药给他们。若明天攻下楚国，上城池一座，封你为王；若攻不下，赐死。竟弹指可破。陆千宁，这是王主栖身之地，知道废你后位，从来无错。为国之君，用兵最忌轻敌冒进，治国处事最忌忘本负义。轻敌者必败于刀兵，负义者必亡于人心。神女教诲，择天良心。秦千里，阿宁也是这样。你可知道皇兄现在是何境况？性命无忧，若执迷不悟，自食恶果，玩火自焚。报！匈奴大军再犯楚国，已至城下，领军者是大晋王国帝轩辕父。什么？楚国这般穷弱之地，怕是连像样的兵将都凑不齐。陆千宁生活在这种国家，日子定然落魄潦倒。早就听说楚国穷山恶水，兵微将寡，果然连个敢出城应战的人都没有。是时候让陆千宁也体验一下成为亡国俘虏的滋味，还不速速开城，向匈奴王国投降！不会，短短几日，竟变得如此兵强马壮，如此规整军容。多亏神女这几日细心养训，严加操练，加以避免，楚国才能有这番气势。不然，今日哪来的底气与这群穷凶极恶之徒对峙？楚国虽小，却不会像大晋那般屈膝投降、甘为走狗，也不会像你一样用将士性命满足一己私欲。轩辕父，你若还有半点人君之念，便该收手离去，莫再让无辜者为你陪葬。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不过就是怕我。没错，只会装腔作势。你们这群兵不过是吃壮了些而已，还是一群没见过血的农夫。今日不仅有大晋将士，还有纵横草原的匈奴铁骑，而陛下更是常年领兵作战，骁勇神威。真打起来，你们楚国这群小喽啰不过是等着被砍的靶子罢了。没错，朕今日必大败楚国。楚国毕竟贫弱多年，怕是敌不过匈奴铁骑和久经沙场的豪雄。一炷香内，轩辕父必败。轩辕父用兵向来贪功冒进，不顾将士死活，他不是楚国的对手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我既受了楚国供奉，便还楚国一份安定。还有那些被推上阵前的大晋将士，都不该枉死在这儿。今日，大晋与楚国都不会再添王府。都给我冲！大晋将士不许退，谁敢退，我就斩了谁！匈奴躲在后面看戏，却逼着大晋将士冲锋陷阵送死。如果陆娘娘还在就好，她绝不会视将士性命如草芥。这是七彩祥光，天生吉兆。只要楚国能以百姓为逆，以江山为泽，100年之内不生亡国之祸。这便是神女之威，庇佑楚国。今日轩辕父必败无疑。神女，
楚国竟有神女坐镇！神女？楚国竟有神女坐镇！陛下，琉璃国兵马太过强大，我军死伤过半，现在进退无路。难道大晋要败了吗？快，杀回去！当初大晋对战琉璃国，真是我的妻子死。难道大晋得胜，全凭这位神女庇佑？如今的大晋已不是陆娘娘在时的大晋，陆娘娘在时，大晋将士有粮有饷，伤亡有序，老有所养。如今呢，入为俘虏，还要替仇人卖命。听说陆娘娘就在楚国，我等要追随陆娘娘，宁做楚国小卒，也不给匈奴当走狗。对，咋了？你们都给我回来！他陆千宁有什么好的？不过就是一个会妖言惑众的贱人。陆娘娘可比你好成千万倍。你滚就滚！我们可还有匈奴铁骑。哼，大晋人果然废物，哼，还想指使我们？轩辕父，你忘本负义，早已失去人心。一炷香内，你便败了。别得意太早，你们能胜，不过是仗着有神女庇佑。你们能留住她一时，休想留住她一世。神女离开楚国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没想到皇兄竟然投敌匈奴，全然忘了阿宁的教诲。谢神女庇佑大恩。楚国恤民生，敬天命，不忘恩，不畏强。今日之福是你们应得的，可真正的长久，终究要靠你们自己。谨遵神女教诲。陆娘娘，陆娘娘，你们还好吗？陆娘娘，没有您的大晋一点都不好，我们好想您。大晋已亡，昏君不仁，从此往后，我们只愿追随陆娘娘。神女仁心，感化万千，既是神女救部所愿，楚国愿敞开城门，接纳所有追随者，以诚相待，绝无二心。好，从此你们便在楚国安居乐业。神女为楚国殚精竭虑，恩同再造。神女像已落成，明日辰时，不知神女可否亲临揭幕？楚国上下翘首以盼，也想为神女尽一份心意。好，待明日于翠微山修行后，我会到场。那我也进山。阿宁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只盼皇兄莫要继续执迷不悟，不记阿宁教诲，再行错事。丢人现眼的大晋诸奴，不是口口声声能踏平楚国吗？结果连一炷香都没挺过。求王息怒，楚国有位神女坐镇，才让我们大败而归。求王再给一次机会，我已经想到办法，这次不仅能灭楚国，更能将神女抢回来，赐给王。对，神女一失，楚国便无依仗。等楚国被灭，神女在手，王便是天下之主。好，若明天抢不回神女，你们二人人头喂狗。等抢回那位神女，大晋定为一王公司。陆千云还不是回来一个对人命？除了楚国、匈奴，我的账人都要清算。大晋的瘟疫，今天就让楚国也尝尝。陛下妙计，当初大晋就是被这瘟疫拖垮的，百姓染疫，民心动摇，将士斩役，无力作战。楚国若沾上此疫，便是不攻自破。最好染上陆千宁，才能让他知错就改，知道陛下的命运。若轩辕父失败，我也是死路一条。可若他成功灭掉楚国，抢回神女，那我也能继续跟着他东山再起，重回荣华之位。你们吃着匈奴的异药，却不管我们这些百姓死活。母亲，我不想去楚国，我不要把病传染给别人。陛下，求你了，他们也有爹娘孩子。别让他们说话，免得坏了大事。救命！我们是大晋逃难的百姓，被匈奴驱赶至此，求楚国收留。明日，楚国百里无活口。陆千宁，你若想活，求我便是你最后的出路。就等晚时，神女亲临揭幕。陛下，城中爆发瘟疫，半城百姓、军中将士全部遭殃。什么？陛下，城门已破，
匈奴攻进来了！神女一日不在，楚国便生此等灾祸！快，速请神女归城！轩辕父，你敢！不想楚国全灭不留，就把神女交出来！因为肖想神女，还想和我斗？你早都染上瘟疫了，根本不是你对手。治疗瘟疫的解药就在我手里，你若不想百姓记好，便告诉我神女在哪儿。用神女的下落换一条生路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吾陆千宁居于楚国，境告9天。若此国能继续续明敬天，知恩守正，便可得护佑。往后风调雨顺，百恶不侵，万民安康。怎么了？连花瓣都知阿宁慈悲，想要与你亲近，我亦如此。阿宁庇佑万民安康，可我心中也盼望阿宁能够岁岁无忧，一世长安。发簪寓意护佑安康，福寿绵长。从前只有皇兄有资格为阿宁送簪发之礼，如今我终于敢将它送到阿宁面前。大晋旧俗，互赠发簪，即为两心相许。我不敢有此妄想，能以簪记忆，以示此生之幸，又怎么敢奢求？无妨，我也打算赠你。神女在上，救救楚国！他在哪儿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神女可是楚国的恩人，我等绝不背叛神女。好啊，你不说，那朕自己看。只要见到神女模样，还愁找不到神女？住手！神女上的红布只能由神女亲手揭开，旁人动不得。滚开！不可以与神女不敬，东西找死！马上就是我的了。陆千宁，谁知道为什么会是陆千宁的样子？快，杀回去！难道降下凄惨吉兆？当初庇佑大晋，如今庇佑楚国的神女，就是陆千宁。陛下可别背。他陆千宁若真是神，怎会无处容身？只能来楚国这等贫弱之地苟活，又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大晋？他就是用这套玄虚之术迷惑了大晋3年，如今又想故技重施，来骗楚，换取荣华富贵。就是楚国这帮蠢货瞎了眼，才会把陆千宁这个贱人供进。可陛下英明，岂会再被他那套把戏蒙蔽？没错，朕敬他3年，换来的还不是处处压制，只他一妻，还不是让大晋亡国？现在还想装神弄鬼吓唬朕？陆千宁，朕今天就亲手毁了你这神像，看你还如何骗人！不许伤害神女！要神女神像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，先杀你！还有我们！
啊！上找死！朕今日就先剁了你，再砍了这破石像！轩辕父母若滥杀无辜，我绝不饶你！陆千宁，神女，轩辕父，你若滥杀无辜，我绝不饶你！皇兄，你怎能投敌匈奴？要把我们心怀天下，你全都忘了吗？陆千宁，几日不见，倒是忘记朕这个夫君了，竟让朕的弟弟如此亲密坏你。阿宁，只有朕能这样叫你。你已废后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我还以为姐姐离了大晋能活得多风光，到头来不还是没本事，只能在楚国这种穷乡僻壤落脚。陛下不要你了，把你赶出大晋，你就巴巴的来攀附楚国。后位被废黜，就想当楚国太子妃？你竟敢如此羞辱神女！搞清楚，是大晋不配拥有阿宁，也是阿宁不要轩辕父。要不是你们不知珍惜，忘恩负义，大晋又怎会亡国？你们又怎么会失去一切，沦落至此？胡说八道！大晋亡国和失去陆千宁一个女人能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朕只是暂时失去大晋，如今朕马上就要凭着自己的本事收了楚国，重铸大晋荣光，早晚的事。这些下作手段，让瘟疫遍布楚国，让百姓民不聊生，就是你的本事。是你让楚国饱受瘟疫之苦，那又如何？等朕灭了楚国，找到神女，照样是九五之尊。到时候你就会乖乖的回来臣服于朕，给朕认错。你没有这个机会，我自会出手消除瘟疫，还楚国太平，而你会为今日所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就凭你，姐姐，这个时候就别故弄玄虚了。你再逞能吹牛，还能消灭瘟疫？一个弃妇还真以为自己是神？天降吉兆，日月重生，全都仰赖陆姑娘庇佑，自然有本事摆平一切，教训你们这帮恶徒。因为陆姑娘就是神女。什么？神女？楚泽天，你是被这瘟疫烧坏了脑子吧？她陆千宁若真是神女，你们楚国怎会不幸染上瘟疫？楚国的人真是目光短浅，轻易就被蒙骗。还是陛下最为英明，早早的就看穿了陆千宁的真面目。没错，你们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被朕亲手废掉的弃妇身上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姐姐，识相的就跪下，求陛下原谅你之前的不敬。忽然等瘟疫彻底爆发，就把你扔进死人堆里，让野狗啃你的骨头。瘟疫不会爆发，楚国万民可安。陆千宁，你还在说大话？以为这样就能攀附楚国太子？哼！他现在染了瘟疫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可神女弟弟，我怎会死？怎么会？瘟疫之症好了！不对，他们虽然不咳血不痛痒难忍了，可是皮肤上的红疹半点未消。什么摆平瘟疫？这不过就是陆千宁的障眼法。天道有序，需顺应而行，非一刻即成。你们以性命无忧，接下来以我之法治疫，红疹尽消，病气尽除。全城百姓以此艾蒿熏木，一日之内，瘟疫自散。谨遵神女令。陆千宁，你不会说这一堆破草就可以治瘟疫了吧？真是笑话！你不如用这点草点燃这个庙，把这些得瘟疫的人烧死，这样还能让瘟疫蔓延的慢一点。这破草在大晋不过是喂猪吃的东西，你竟然想用这些来治瘟疫，真是荒唐！他身上的红点好像消失了好多。前无前意，扰乱视线罢了。晋级两阵还不清楚，他怎么会有消除瘟疫本事？没错，反正我们服过匈奴的玉玉神药，不惧瘟疫，你们就在这等死吧！我们走。走。我说过，
行恶事当付出代价，你们不该拿楚国百姓的性命做筹码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瘟疫是你带来的，你就留在这里做戴罪之福，好好看着神女如何还楚国安宁，让这场疫病烟消云灭。脏死了！这水怎么这么臭？这种下贱的活怎么能让我来干？渴死了！水呢？这太阳是要把人晒死吗？为什么不把摄像头搭起来？雪原父，这里是疫区，不是你的宫殿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现在是俘虏，朕可是大晋的皇帝。这群刁民，信不信朕让匈奴铁骑踏平这里？当初大晋的将士白天填修旱涝，镇压瘟疫灾民，还被逼着日夜操练。那时候的你们正在遮阴棚下面舒服吃着西瓜，怎么现在轮到你自己就受不住了？王莽，你竟敢以下犯上！以下犯上，怕是忘了我们如今是大楚的将士。皇兄，在楚国没有尊卑贵贱，你犯下错事，理当赎罪。陆千宁，你根本治不好这种人。若你识相，像从前那般乖乖伺候朕，朕倒是可以去匈奴王那里替你讨几颗解药。瘟疫将消，不劳父亲。快点干，洗不完没饭吃。干了一整夜，手都烂了，才洗完，这过的是什么苦日子？神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难不成是我们洗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全都被瘟疫害死了？陆千宁不是说瘟疫能治吗？不过一夜，全城都死光了，朕就知道陆千宁根本就不是神女。楚国上下已无患疫百姓，叩谢神女救命大恩。叩谢神女。大楚君王百姓良善，我之所做不过是顺应天地之理，大家不必如此。你竟然真的治好了瘟疫，她是神女，她真的是神女。陛下，就算她侥幸治好了瘟疫又如何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会点医术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女吗？她可挡不住匈奴的铁骑。如今楚国大部分人都在这里欢庆，那不正是给了我们和匈奴通风报信、里应外合的好机会？陛下，今日我们照样能灭掉大楚。说得对，等匈奴铁骑踏平这里，什么神女都会原形毕露，陆千宁照样会是认朕宰割的羔羊。大晋废帝做内应，今日必要攻破楚国，抢走神女。糟了，如今全城都在庆祝，守城兵力十不足一，匈奴怎么偏偏挑这个时候来？快！速速禀告太子和神女，匈奴来犯！今日朕就要借匈奴的刀斩灭大楚。走，开城门，迎匈奴。陆千宁，楚国这下你们死定了！住手！给我冲！踏平楚国！糟了，说让匈奴铁骑进城。刚刚才转危为安的楚国，岂不是又要遭受灭顶之灾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，战马到了门口，一直嘶鸣不前，铁骑寸步难行啊！上次便是这等异象，才不得已转去攻打大晋。楚国之地不容匈奴进犯。陆皇后，没想到陆天宁离开大晋，竟来到了楚国，太好了！有神女在此，匈奴一步也休想踏入楚国。陆皇后便是神女，这以前铁骑难行的异象，莫非就是因她而起？匈奴王，还等什么呢？城门都帮你们打开了，快攻进来！若执意攻城，自取其祸；若就此离开，既往不咎。这是陆千宁的手下败将，陆千宁真是神女，那匈奴铁骑更是无力招架，怎么能惹祸上身？我等即刻退兵，匈奴亡国。愿世代臣服楚国，年年进贡，绝无反悔。
匈奴王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怕陆千宁一个女人？别走，不能不管我，是我给你们开的城门。皇兄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愿意相信吗？阿宁就是神女，是她屡次救楚国于水火之中，也是她3年前助大晋逆天改命。怎么这样？明明朕才是大晋的皇帝，只想励精图治，为什么双双一件件的事情都在告诉朕，你这个糟糠之妻才是扭转乾坤的英雄？朕怎愿相信？朕怎能甘心？国主，我陆千宁早已不是你轩辕父的妻子。你不知珍惜，不配拥有阿宁真心相待。从此以后，自由我守护阿宁。这两个贼人竟敢撕开城门，以匈奴来犯，就是他们！救命！快快过来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跑！我们逃回大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大晋的子民都去哪里了？无人迎接朕。就因为你们这两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，险些让本王惹下大祸。大晋最后的财宝粮食都得归我匈奴所有。你们2人就在这座空城里等死吧！什么？陛下，您终于回来了！大晋旱涝不断，庄稼绝收，大晋现在无兵无民，无财无粮啊！听说楚国现在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是神女陆千宁庇佑。陛下，不如您去楚国把神女请回来。不必，我慕云溪才是真正的神女。你说什么？不过区区旱涝亡国之灾，我仅需1个时辰，便能解我大晋之危。定是上天庇佑，才让我捡到了如此神秘无边的宝贝。有了它，呼风唤雨，开天辟地，皆在一念之间。天降甘霖，大旱已停，万物复苏啊！顾娘娘是神女，大晋有救了。城外4月洪水都奇迹般退去了。陆千宁，就算你真是神女又如何？我捡到的灾厄，足以让我成为另一人。云溪，你有如此通天彻地的能力，为何从未与朕说过？都是因为陆千宁那毒妇害死了臣妾腹中骨肉，孩子夭亡，才让上天震怒，降灾厄于大晋。臣妾也因丧子之痛，无法施展神法，直到今日才终于恢复过来。朕就知道陆千宁的话不可信，他还敢说曾护佑大晋。大晋的灾祸分明是因他而来。幸好朕已废了陆千宁后位，云溪，有你辅佐朕，大晋定能东山再起，灾祸不侵。天佑大晋，神女归位。传朕旨意，举办神女宴，广邀各国使臣共赏神女风采，来见证我大晋盛世。特别是楚国，我要让陆千宁亲眼来看看，大晋无他，一较鼎盛。大晋有如此威力无边的神女，我等使国愿意臣服。楚国到！陆千宁，看到没？毁血气，废你后位又如何？我大晋还不是繁荣昌盛？现在乖乖向朕认错，朕还能向神女求情，容你。原本想来看看为何大晋天命被阻，竟是那只亲手所刻的木簪落到了暮云溪水上，簪上沾了我一缕灵气，
虽能借势呼风唤雨，却会搅乱天机。大境覆灭本是天命，想要逆天而为，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姐姐，你就别吓唬人了，有我这个神女在，定能为大境逆天改命。而你不过就是个妖女，也配智慧我的神力？不过是窃据他物。木簪之上的神力并不属于你，妄想强占，也终非及你。他怎么知道我的神力来自木簪？将木簪还给我。姐，你凭什么说木簪是你？你叫他答应了。本神女今天就替天行道，让你形魂俱灭。一根在我身边沾染灵气的簪子，竟也成为你为非作歹、欺骗众人的幌子。天命当归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听说天河和洪涝又出现了，就连天上的太阳也不见了。雨欣，大境的灾祸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神女吗？皇兄，慕云熙就是个骗子，她怎么可能是神女？你到如今还不肯承认，你毁血气废后位，就是大错特错。天命复位，不归原主。竟是阿宁赠予我的。大境救赎，互赠发簪，即为两心相许。我们回去。阿宁，等等，陆娘娘留步，大境盼您小住。南朝也盼娘娘赏光。阿宁才是神女。慕云熙，你敢骗我！完了，没想到那根簪子竟然真的是陆千宁的。现在神女身份被拆穿，轩辕父一定不会放过我。公主，琉璃士兵已全面入驻大境，从此以后，大境变姓琉璃。好，太好了！当不了神女又如何？大境已被琉璃国士兵占据，轩辕父那个废物能奈我何？从此以后，我才是大境唯一的九五之尊。雨熙，你在干什么？贱物，还敢躺在别的男人的怀里背叛我！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这个废物？没有陆千宁，你算什么人？把他扔出去，以后便做一条只能摇尾乞、跪地讨食的丧家之犬。慕云熙，你是个毒妇，竟然到现在才看穿你的真面目！原来慕云熙都是在骗我，都怪我被他蛊惑，赶走了阿宁，砍断了婚约，让大境灭国。只有阿宁是真的为我好，为大境，可是我却没有听他的，辜负了他。陛下，现在整个朝堂被琉璃那帮人把控了，大境是真的完了。就只能这样等死吗？陛下，为今之计只有一条活路了，咱们去大楚，去找陆娘娘。陆娘娘对陛下情深意重，晋王殿下又是您亲弟弟，只要陛下去楚国诚心求见，定能让陆娘娘出手相助，大境就还有救啊！好，阿宁那么爱朕，他一定会原谅朕，跟朕回来的。让阿宁出来见我！你有什么资格敢让神女见你？放肆！你们大楚不过是个弹丸小国，从前连给我们大晋提鞋都不配，如今竟敢对天子如此无礼，果真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毫无尊卑纲常。一个连自己国家的守护神女都能逼走的昏君，也配站在这里谈尊卑？你这种亡国之君，根本不配得到我大楚的尊重。何必逞口舌之快？朕今日至此，只为寻回朕的发妻陆千宁，满口污言秽语，对神女毫无敬畏之心，
来人，掌嘴！你敢打陛下！是朕失言了，朕知道，从前是朕糊涂，伤了阿宁的心。阿宁不肯见朕，因为还在气头上，只求太子成全，让朕见他一面。想请神女出来，从这城门开始，一步一叩首，一直跪到神女的寝殿门前，才有资格见人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您乃九五之尊，天子之躯，一个行此大礼，若是传回大晋，您的颜面何在？大晋的国威何在啊？武则天，这是故意折辱我大晋天子。好，我愿意叩首求见神女。是我不知珍惜阿宁，受他伤痛，才将他越推越远。再想见阿宁一面，却难如登天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陛下，一叩求神女宽恕。二叩求神女赐剑。阿宁，终于见到你。轩辕父，记住，你我已无干系。阿宁，是朕错了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万事以你为尊。你要什么我都给。世间万事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别忘了，当初是你不信我的，执意废。大晋国运何曾系过一个女人身上？陆千宁惊扰皇嗣，险些断送龙脉，分明是祸乱国运的罪人。我今日就碎石碑，血气断归元。如今你我缘分已断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不，那不是朕的本意，是慕云熙挑拨离间，是他蒙蔽了朕。阿宁，求求你原谅我。再救大晋一次！我说过，婚约血气一毁，我和大晋的关系便会斩。如今你来找我，我也无能为力。相国使臣觐见，求见神女殿下。神女在上，臣求请神女前往相国，受万民敬仰。绝对不能让他把阿宁抢走。站住！谁允许你觐见神女的？她是我大晋的皇后，绝不会是你相国。一个被神女抛弃的失败者，也配在这里叫嚣？滚开！相国愿奉上镇国之本，求请神女前往相国，受万民敬仰。不必，相国不许我去。告诉你的父王，以民为本，善待百姓，相国自然长久繁荣。臣谨听圣谕，相国城门永远为神女敞开。不要踏过龙华，果然是在龙华，说明一定还有我。阿宁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依然让你做着大晋的皇后，这不就是你一直以来最想要的？轩辕父，当年皇后之位是轩辕只为了让我长居大晋，跪在地上求我做，而非我想要的。回去。皇兄，阿宁曾百般劝告我，莫要一意孤行，不敬血气。可你对阿宁不忠不敬，对父皇不诺，这一切苦果都是你亲手造就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神女在上，轩辕父不配为帝。若大晋更换皇帝，让锦王继位，是不是就不会因轩辕父一人之错连累整个大晋了？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回家了？请晋王继位！请晋王继位！晋王继位！换帝王更国民，确实可以斩断大晋路源。从此以后，若世间再无大晋，新的天命亦会应运而生。什么？既如此，轩辕锦必不负天下所托，当恪尽己身，
行帝王之责，守四方安宁。那阿宁，你还愿意做这唯一的皇后吗？我的皇后。你待我真情实意，天地可见，我对你亦存真心。阿宁，你答应我了。阿宁，从今往后，大靖以你为尊，国号由你来改。我轩辕锦此生永远是你裙下之臣。轩辕父，你活该啊！原阿宁也曾待你真心如此，如今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拓跋将军，明日将琉璃国的百姓全部迁来大晋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琉璃国的疆土，是我慕云熙的天下。你们干什么？陆千宁，要是你，快让他们放开我！我可是大晋的皇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住口！这是我们大楚的神女。你是神女又怎么样？轩辕父还是为了我抛弃了你。这里可是大晋，容不下你这个弃妇，滚出去！这世间已无大晋，从此这片土地名唤穆国，穆恩承善，盛世长华。如今该坐在这龙椅上的是轩辕锦，而阿宁便是穆国唯一的皇后。名道传在我还是说皇后之位，最后还是你陆千宁的，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才是皇后，我才是大晋的皇后！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我不配为帝王，你我不识神女，不尊不敬，作恶多端，如今得了报应，都是活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爱的一直都是你。听说没？那个穆云星疯了，昨天跑出城外，掉进了护城河，淹死了。真是报应！快走吧，今天可是新皇祭天，不能迟到。今奸佞伏诛，大靖重光。朕与皇后同心同德，顺应天命，改国号为穆，祈愿上苍庇佑，万物复苏，国泰民安。